欢迎来到频道 Daily Star News， 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琅琊榜3要来了吗？赵丽颖有可能出演吗？考虑没有独特团队的可能性。刘涛刚刚跟进了琅琊的破绽，公开承认了胡歌，还大肆宣扬要嫁给他。侯洪亮局长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惹恼了胡歌。从温州一家到长沙之战，侯洪亮2次接待胡锦涛，这首曲子被驳回了2次，所以他在琅琊榜中谋职的时候真的是个瘸子。在欢迎胡歌的同时，他还把黄晓明当成外胎。胡歌还是一如既往地拒绝了这个问候，试图在陈旧的合奏中处置主权头衔。出乎意料的是，书迷们发现后纷纷考虑黄晓明出演《神雕侠侣》，并没有主张黄晓明应该出现。他们还硬着头皮说胡歌是大家心目中的梅长苏，这让侯洪亮分外丢脸。为了让胡歌出场，除了录制了20页的剧情外，他还对胡歌进行了一贯的调理，把节目搞得如此高，以至于胡歌除了同意出现之外别无选择。而刘涛一开始就尝试用细腻沉稳的嗓音妓女。然而侯洪亮和他聊了一会儿，发现刘涛觉得自己现在演的是金花姐，换人太不方便了，需要拒绝。没想到主应该说点什么，让他说他也将扮演你的角色凤凰。然而却能让刘涛一改往日的霸道，成为一个小迷妹。估计胡歌主力可以做到，但刘涛并不是专门为胡歌而来的。14岁的吴磊没想到会被杀，他一脚不动地踢了17英尺，有7175只眼睛。吴磊还是粗声粗气地说这不算什么，不过吴磊已经尽可能地来了，还真不是小菜一碟，卓有成效。录制《琅琊榜》的时候，院长特别主张一个妩媚动人的小艺人应该扮演梅长苏自己的看门人，但在少年杨家将军中，吴磊对胡歌的喜爱是毋庸置疑的。现在听说胡歌也会出戏，我实质给首领开了药。尽管此时的吴磊还很年轻，但他一出场就引来了人潮涌动的考虑。无论如何，在录制战斗场面的时候，他并没有说他被打了一遍又一遍的负面的话。胡歌对吴磊的尊重到了这种程度。尽管如此，作为2个导师和同伴的2个人的关系，胡歌一直单身，很难想象当吴磊结婚时，你仍然和你在一起。尽管如此，尽管大家都对吴磊饰演的飞流抱有希望，但王凯饰演的萧景琰却被人津津乐道。大约在那个时候，王凯最近扮演了非常淑女的陈嘉明。就这样，在发现他要演萧景琰之后，书迷们就不断地给他看。由于紧张、殴打，甚至在公开采访时哭泣。王凯的演技有效地改变了网友的印象，他的团结应该慎重考虑。不过《琅琊榜》传出后，胡歌还是被周全解决了。陈佩斯被评价的时候，他含糊地说，虽然他很爱《琅琊榜》，但他只知道男主的姓胡。但当孙俪的照片被拿出来时，陈佩斯却可以选择叫出声来。他直截了当，无数人说胡歌居然没有孙俪，你出名是真的还是假的？记住名字并不重要，更庆幸的是有一个能动的人。现在《琅琊榜3》权威宣布，我一直在想大家是不是很期待呢？如果《琅琊榜3》首发阵容落空，你真的会追吗？虽然很多粉丝都希望有机会出演第1部演员，但在第1部《琅琊榜2》中却没有一个独特的演员阵容。而且胡歌在穿搭上一直坚持宁可错过也不愿误用的可能性，所以这次首发的可能性应该不会太高。不过虽然权威的演员阵容已经打得够好，但网络上却传出张晚怡、陈星旭将代替胡歌出演，无数人估计这一次会是2男1号。但是他已经吸引了任何相似之处众多网友。此外，陈星旭的《东方城堡》也非常值得关注。如果2人合作，无疑是非常精彩的，但更多人相信钟汉良会饰演男主，而不是新晋艺人。
一个有魅力的孩子。此外，陈冠霖还受到网友的热烈推荐。不过，当他发现主播工作从胡歌换成了黄晓明时，这部剧却受到了粉丝们的关注。目前《琅琊榜3》的工作发生了变化，我不能说他是否能超过第一个。而在女主的选角上，赵丽颖很有可能会出现，所以这部剧如果有她的加持，说不定会是一部热播剧。但现在作为收视天后，她必须要和大男主一起出演这部剧，是不是因为喜欢这部剧是正午阳光出品的吗？02高级奢侈品首任官宣代言人，3波预热，王一博的影响力真是非同凡响。直奔主题 ，UNIQ 王一博的全球代言又多了一个英雄，那就是爱马仕的称号蒙可赖。羽黄在大背景下的羽绒服，限量版抢不到。今年是蒙可赖 Moncler 成立70周年，这是全球代言人的首次正式宣布。令人惊讶的是，代言人是来自中国的艺术家王一博。选择王一博的理由让大众有些意外，但也说得通。王一博完美契合品牌的精神内核，王一博在国内外的影响力不容小觑，时尚圈一听都为之惊叹。能让这个品牌抛出橄榄枝的人，真是眼光独到。时尚圈对王一博的喜爱不言而喻。香奈儿能破例正式宣布品牌代言，足以彰显这位顶级艺人的魅力，更何况是蒙可赖首次官宣，只能说明王一博的影响力越来越代表中国艺术家的实力和魅力。Moncler 的品牌宗旨是攀登高峰，不断挑战精神，与热爱极限运动的王一博相得益彰。精神内核的完美契合，选择王一博无疑是最明智的选择，而潜力无限的中国市场更是众多奢侈品牌的必争之地。作为 Z 世代的领袖，王一博拥有一流的时尚表现力，更何况5大女性杂志的金9封面给了他唯一的一张。单看王一博这3年，堪称香奈儿的刺绣，封面杂志圆圆的，封面一个接一个。王一博是娱乐圈全能艺人中首屈一指的存在，他在嘻哈方面的表现，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顶级舞者的大使。他是滑板运动的大使，的人都开始关注这项运动。他身上的属性和标签非常明显，让他的商业价值全面绽放。且不说他有很多代言，你还需要看看他的魅力和粉丝群。王一博的爱好和喜欢的东西通过自己的影响传播到大众，让太多人关注和参与，这也是更多品牌选择的原因。高端品牌在选择代言人时，首先要看代言人的调性是否相配，再看代言人的性格、影响力和知名度。从给出的标题就可以看出品牌是否重视。王一博的发展潜力是众多95后中最具代表性的。他只有25岁，他在各个方面都稳步发展，实力确实是众多艺人中最好的，所以拥有庞大的粉丝群，深受男女老少的喜爱。恭喜王一博新代言。同时，在《天空之王》国庆期间，是飞猿和战机翱翔天际的故事值得大家关注。03青青大师靠 AI 换脸成为全剧主角。赵露思是胖蒋依依吗？导演只是想让蒋依依演赵露思的替身，谁能想到她上台后3分钟就被直接碾压，而这成为了全剧 AI 换脸后最大的败笔。3000压杀第1集中，皇帝由江依依饰演，在大雪中，她一身红衣，不知道有多少人惊呆了，这才成为节目中最抢眼的一幕。很多观众来到江依依身边，以为江依依是女主，但看了之后才发现，她只活在剧中的主题曲里，而当女王变脸的时候，只有赵露思真正的女1号。看着赵露思那张圆滚滚的疲惫的脸庞，不少观众都觉得这似乎不负国仇家恨，所以很多人抱怨女主选错人了。事实上，编剧不得不承担责任。在原著中，作者明确解释了女主变胖的原因。为了改变她的容貌，人们无法完全认出自己。女主故意让自己变胖，
但是剧中直接删掉了内容，引出了剧情，衔接相当突兀，也让观众的认知落差太大。不过，两人都是颜值相当高的女演员，江依依的飒爽更适合皇女，赵露思的甜美更适合秦川，真的没有必要去争夺优势。你喜欢赵露思还是蒋依依？赵露思做梦也没想到，自己意外出演了一部惊悚片，一开始的 AI 换脸成为了全剧最大的噱头。3000压杀一上映就被骂为恐怖片，差点吓到观众。死亡之源，正因为剧中的一个小配角3000压杀从第3集开始，舞台上就出现了一个叫青青大师的角色，演员一露脸，头发立马竖了起来，不仅五官漂浮扭曲，脖子更是纤细到了纤细的程度。害怕，即便演员的脸色如此恐怖，但剧中的面部特写镜头还是不少的，难怪有观众半夜被该剧差点吓死。但很显然，将一部古老的木偶剧变成恐怖片本身就是 AI 技术不成熟的产物。青青大师这个角色原本是由水果站签约的女艺人扮演的，结果刚拍完剧，女艺人就膨胀了。她因为在火车站大吵大闹，上了热搜。她不但不听管理层的劝阻，反而坐在局里接受审讯。她太嚣张了，警察给了她袜子。身份曝光后，她立即成为坏艺人，被禁止出演影视剧。3000压杀剧组此时已经拍完了，因为一个小配角没人想重拍，于是她走上了爱换脸之路。只是因为预算不够，换脸后的成品片相当粗糙，而这也成了该剧唯一的噱头，一开播就被观众吐槽惊悚。3000压杀深陷抄袭、50仙特效和恐怖爱换脸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钱太少。3000压杀播出后，有网友发现该剧与地利息息相关，热巴的火如歌很像。比如在《如歌如歌》中，尹雪刚上台时被称为雪大师，而3000压杀中的男主刚刚出现，也被大家称为其大师。两部剧的男主都擅长弹钢琴。最开始喜欢跟女主开玩笑，但是两部剧的女主都身败名裂，然后走上了血海深仇的复仇之路。有太多相似之处，已经落入日常。大家都认为3000乌鸦是抄袭的，其实这部剧的剧情也很精彩。毕竟原著和花干谷一样出名，所以肯定差不了多少，所以刚开播的时候就受到了很多关注。但是这部剧的最终评分甚至都没有达到及格线。归根结底是因为这部剧的投入太小，导致后期制作资金非常有限，而古装玄幻剧是特效最多的，而且特效不够精致，会严重影响观影体验。比如剧中的青青大师，因为扭曲的恐怖脸庞被观众大为吐槽。这也是因为剧方资金不足，又没钱聘请技术娴熟的特效团队进行 AI 换脸，呈现出如此拙劣的画面。可惜的是，郑业成和赵露思纵然颜值高、实力强，也因剧组经费不足而受阻。你认为没有资金就能做出好的作品吗？